你让它远程登录一下，它就直接插入秒射，让你怀上孩子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。今天我们升级一下 Server00的部署过程，因为很多小伙伴在登录 SSH 过程中呢，一直遇到问题。那今天我们就要彻底抛弃登录 SSH 这个繁琐的过程，我们可以在多个平台上实现部署等于保活，保活等于部署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做。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4个平台方案。首先第一个平台方案就是我们之前第一期Server00教程中说的，还是要登录 SSH 的一个方案。第二个方案就是使用 GitHub 进行一个免费的在线部署。然后第三个方案 VPS 平台进行部署。第4个方案软路由进行部署。第一个方案的话，大家如果看过我第一期Server00教程的话，应该都有所了解。几个不明白或者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地方，我进行一个讲解操作吧，算是一个补充啊。目前脚本是在 Sandbox 项目中了啊，我把它迁移过来了，脚本地址也更新过了啊，我们拉下来。那目前也提供了一个快捷方式啊，那就是说你第一次输入脚本之后，后续再次进入脚本查看相关的节点信息，可以直接运行这个快捷方式。现在我们再次进行一个搭建 ，OK， 我们选择复制脚本，登录 Server00的 SSH， 粘贴脚本，然后回车，然后选择1进行安装。那安装的过程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啊，大家可以看我上期的视频啊，这里我全部默认全部跳过啊，回车，然后输入3个端口，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2个 TCP 端口，1个 UDP 端口。好，接下来这里我要说一下隧道问题啊。那这里我设置一个固定隧道吧，那我这里固定隧道我输入 G， 然后输入 ARGO 固定隧道的域名。好，现在我们切换到 CF 网站，点击左侧 Zero Trust， 然后点击网络啊，选择第一个 TONNELS， 然后添加隧道，选择第一个 Cloudflare， 然后名字随便取啊，然后保存隧道。接下来复制这行命令，粘贴到我们的记事本上，然后再点击下一步，然后输入你的子域啊，随便输，然后域名啊，这里的域名自己随便挑一个你现有的域名，类型啊，注意选择第一个啊 HTTP， URL 可以写2种方式啊，反正 127.0.1 或者是 LOCALHOST 啊，2个都通用无所谓啊。冒号后面的端口一定要注意 VMAX-WS 的 TCP 端口一致啊，这个端口就是这一个 VMAX-WS 端口，就是第2个端口。保存隧道 OK 啊，那这样的话 CF 这里的操作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输入固定隧道域名啊，我这里没显示出来啊，那我点击配置，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域名啊，公共主机名，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你刚才设置的这个域名，就这个域名啊。我们先打开看一下啊，它目前是1033，报错的。等会儿我们要见证奇迹的发生啊。我们先复制这个域名，粘贴这个域名，回车，然后输入 token， 我刚才复制下来了啊，必须以 EY 开头啊。复制的时候一定要全部选中啊，然后粘贴，然后回车。OK 啊，最后跳出结果，我们拉上去简单的来看一下，这样的话就成功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就在这里啊。首先第一个就是 CF 官网这里，我们返回啊，它就会这里变成正常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地方就是这个网站。那启动之后，这个1033就会变成404报错啊。我们刷新一下，睁大你的眼睛啊，我们刷新一下，它会显示找不到某某某网页，然后后面 HTTP 报错404，说明你这个固定域名肯定100%是有效啊。说一下固定域名和临时域名的区别啊。那你的 VPS 啊，或者你的这台服务器如果发生了强制性重启或者宕机后又恢复，那固定域名它的域名还是在的，还是有效的，还可以继续用。那临时域名的话，你一发生重启，它的域名就会变。那一变的话，你就要在客户端上要重新改了，后面会说到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次进入脚本啊，我们输入快捷方式啊 BASH serv00.sh 回车，它会显示当前 ARGO 的一个域名以及相关的一个状态。那然后下面一个回源操作啊，因为我发现 CF 它又变了啊，我们选择规则这里啊，选择第一个 OVERVIEW， 就是 O 开头的对吧？
啊，就是这个就是回源操作啊。点击这里设置回源操作，名称随便写啊，字段选择主机名啊，运行符号选择等于，然后这里的域名跟我的这里主域名对齐啊，然后前面的2级域名我随便写一个，然后下面重写到也是第2个啊 ，Vmax 端口啊也是55255啊，然后点击部署，然后选择仍要继续。哦，这里我忘记 DNS 解析了啊，我们这里快速 DNS 解析一下啊，这里第一个记录就是 ARGO 的一个记录啊，它在这里自动生成了啊，然后我们这里添加记录 A 记录啊，我们的之前的那个名称设置的就是123啊，然后 IPv4， 然后 IPv4 地址 IPv4 地址就是这一个选择的 IP 啊，那这里小黄云你可以关可以开，点击保存。还有一点就是 SSL TLS 这里啊，选择完全边缘证书，这里始终使用 HTTPS 必须关闭啊，关闭的话80系也可以用，443系也可以用啊，因为你一开启的话80系端口就不能用了，只能用443系啊。验证一下啊 ，Vmax 加 WS 的第一个，打开 V2N 剪切，就这个节点，而且我这个回源节点是关 TLS 的啊，那所以这个 TLS 千万不要打开啊，域名。然后端口必须改成优选端口啊，必须是80系的啊，80系7个端口大家应该都清楚啊，我就2095吧。地址优选 IP， 我就随便写一个优选 IP 的域名啊 ，ICOK.HK 啊，那这个节点就肯定是通的啊。测一下真连接，回源就是这样操作啊。现在我要人为的进行一个干预啊。假如我是 Server00的管理员啊，今天我发疯了啊，我要把所有的进程以及保活全部给清理掉。首先我先手动把 CION 清理掉，我先把它给删除，然后我把它的进程全部黑掉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它的进程已经没有了，它的进程只有剩下的默认系统进程了啊，那它的节点的话肯定都是失效的啊，肯定是全部都不通了啊。OK 啊，全部死了啊，这就是我要的一个效果啊。节点不通的话，输入快捷方式啊，它会给你一个提示，这个提示已经出来了啊 ，CRON 清空了啊，但是它现在已经给你修复了啊，所以我们要等待2分钟啊，2分钟之后奇迹就会发生啊，我们稍等2分钟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进程，出乎我的意料啊，我再刷新一下，2分钟估计都不用啊，再次进入。OK 啊，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节点啊，拼一下真连接，应该都活了。OK 啊，至于这2个为什么还是死的状态，知道为什么还是死的吗？因为啊，刚才我说过了啊，临时域名的话，你只要系统出现问题一重启 ，ARGO 临时域名就会变。那我们原先默认的，我们导入的是什么 TH 啥啥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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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头的一个域名啊，现在变成了 DE 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域名啊，目前这个域名才有效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把它复制出来，替换2处临时域名替换，确定，那这个80系的替换1处 host 就可以了，保存啊，然后我们再全部选中，点击测试，那这样的话它就通了。OK 啊，那就是这样啊，那临时域名跟固定域名区别就是这个啊。保活之后启动成功，临时域名你要再进去替换一下临时域名啊。那这里的话，临时域名我这里保活的话是实时刷新啊，只要挂了起来了，临时域名就会刷新，方便那些没有域名的小伙伴啊。那这个就是上期视频的一个补充吧啊。Server00它是经常要挂掉的啊，本地脚本部署你就看到我现在这种情况啊，挂掉的话你要再脚本进入1次。然后再出来，它就会自动保活。那如果你 SSH 你进不去怎么办呢？或者你手头上没有 SSH 工具怎么办？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啊，我们就要演示3个平台进行一个部署等于保活，保活等于部署的一个操作。我敢打赌啊，如果你试了接下来3个平台演示的话，就会把这个登录 SSH 进行脚本操作的这套方案给抛弃了。OK， 我们选择5啊。直接把它给清空啊，跟他说拜拜啊，我不用你了，再见。好，接下来演示第2套方案啊，抛弃 SSH 登录啊，
你想用免费啊，那你就用 GitHub 自动部署。大家进入自己的 GitHub 账号，新建一个私有项目。怎么新建啊？点击左边的绿色的 New， 或者是右上角加号，这里也有一个 New， 我就选择新建一个。然后这里名字随便写，下面这里大家一定要选择第二个，这样的话是代表你私有项目，别人是看不到的。加一个说明，这个也建议大家打个勾啊。就这3步，然后点击下面绿色创建。然后点击 ACTIONS 新建一个 AC 自动运行，点击这个蓝色的啊。接下来复制代码 server00 YML 文件，点击打开，全部选中啊，复制到你这里的界面啊，粘贴。那部署的时候啊，这3行字大家要看一下，我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啊。添加变量规则可以看出来，这里是3个账号啊。如果你想再次添加的话，那你就把整行的变量给复制下来，然后再回车几个空格啊，再次添加账号啊。我们看一下每个变量的一个功能要求啊。首先第一个 RES 变量啊，那 RES 变量只写一个 n， 表示每次不重置啊。那如果写 y 的话，表示每次重置。那如果说啊，你要变什么 UUID 啊，或者用户名啊，或者是端口变了的话，执行的时候要选择重置。重置完一次之后，后续你把这个 y 改成 n 啊。如果选择重置的话，它每次进入你的 server00 账号都会重新部署一次。那不重置的话，它就会检测某些进程是否在运行。这个 SSHUSE 啊，表示 server00 账号的用户名啊。SSHPASS 表示 server00 的密码。那下面这个 reality表示 reality 的域名啊，这个大家可以自定义啊，你可以选择 CF 域名，也可以选择非 CF 域名。非 CF 域名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你的用户名点 server00 点 net， 就是 server00 官方的域名啊。然后 SUUID 就是表示 UUID，TCP1 表示 reality 的端口，TCP2 表示 VMAX 的端口，下面一个 UDP 就表示 HY2 的 UDP 端口，然后 host 表示登录服务器的域名，最后2个变量就是 ARGO 的域名以及 ARGO 的 token。 固定域名的话，域名你要写上，然后 token 你也要写上，像这里长长的一串啊，你都要写上。如果是临时域名的话，留空，这个大家要注意。 OK 啊，那3个节点我已经编辑好了，确保整个工作流是有效的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编辑好之后一定要检查一下啊。像这样啊，红色曲线出现说明你格式又有问题啊，你一定要对齐你的格式啊，里面的冒号引号输入的时候要小心啊。然后这里要保持笔直的对齐，每个账号的末尾都要有一个逗号，最后一个账号不要留逗号，大家这几点一定要记住。首次设置啊，都选择 Y 啊，表示重置啊。我这里是2个 S14， 一个 S15， 其中一个 S14 的话，我是用了刚才创建的固定域名啊。点击保存，然后点击 Action 啊，手动执行一次啊，然后点击 Keep Server， 然后点击 Run Work From， 点击绿色的 Run Work From， 点击刷新一下，好，它已经在开始跑了。我们点击进入，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跑的啊。OK 啊，首先它第一台服务器连接成功啊，发现进程未启动或者执行的是重置啊，然后它开始修复或者是重置部署，然后我们稍等片刻。OK 啊，然后进行第2个账号，同样的进行一个部署。OK 啊，然后第3个账号进行部署啊。那部署一个账号的过程大概需要20-30秒啊，那这样的话就结束了啊。那这里一定要注意，我们必须要先刷新一下，因为你不刷新的话，它的格式是错误的啊。那这里空几行了，说明是正确的啊。首先第一个服务器是设置了固定域名啊，它已经全部成功了啊。下面相应的节点分享以及说明，包括这里还有ClassMate 以及 Symbox 的配置文件都有。这是第2台啊，申请的是临时域名啊，这里也申请成功了啊。然后拉下来第3台，好，第3台也是临时域名，因为我测试过，有些情况下你临时域名是申请失败的，申请失败之后，
你也没关系啊，它就会自动生成新的临时域名啊，这个你完全不用慌。关于运行的时间间隔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 CRON 表达式啊，自行进行一个修改啊，这个和脚本是一样的啊，自己改啊，这里是10分钟啊，如果你觉得太短的话，可以拉长啊。那这里的话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。那你第一次装完之后啊，运行一次成功之后，建议你把 Y 改成 N， 这样的话执行的时候它不会强制再重装。如果你是选择 Y 重置的话，那每次都检测一次重装一次，检测一次重装一次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 VPS 的部署，原理其实和刚才 GitHub 说的是一模一样啊，只是换了一个平台。那我这里的话演示的是甲骨文的 VPS。我们可以修改 kp.sh 这个文件，在多个平台上远程部署且保活单个或多个 Server00 账号节点，可以用在 VPS 以及软路由，不可用在 Server00 本地上。那这个脚本的话，默认打开是以 nano 编辑形式啊，有些小伙伴喜欢其他的编辑形式也可以啊。当然啊，你也可以手动啊把这个 kp.sh 文件放到其他的目录，然后做好 CRON 定时运行。首先我们看一下 kp.sh 这个文件啊。也在上面啊，这里有一个 kp.sh， 这个就是运行在 VPS 或者是软路由的文件啊，编辑的方法也是一模一样。那如果你想用这个脚本的话，可能编辑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啊，运行改的话可能比较麻烦一点，或者你改好了直接上传也可以。那我这里直接上传一个吧，我先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。同样的，我把3个账号直接覆盖掉 ，GitHub 一模一样啊。OK 啊，那我这里已经本地上传完毕啊。然后我运行 bash 点 kp 点 sh， 选择回车，跟 GitHub 一模一样进行一个运行啊。同样等待的时间也差不多啊，因为它们的运行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啊。OK 啊，第一个已经好了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一模一样啊。拉下来，第二个临时域名也好了，下面第3个，那第3个也好了。OK 啊，第3台也结束了啊。那关于 VPS 设置 CRON 定时运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第2行啊，定时设置。如果我把 KP 文件放在 root 目录啊，就是这样一个形式啊，我们可以设置 CRONTAB 空格杠 1。这个进入方式和 Server00 本地的 SSH 一模一样啊，然后你在下面可以添加一行，就这样，这么简单。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软路由啊，那软路由的话，我这里直接进入了本地的软路由的 SSH， 有软路由的小伙伴啊，应该都懂的啊，怎么进入 SSH。操作方式其实是跟刚才的 VPS 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可以本地文件上传，这里文件直接拉进去 bash kp.sh 路径一定要注意，然后回车。首先会升级软路由的依赖啊，那接下来它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运行。哦，我这里我忘了改了，是否重置啊？没选择 Y， 我选 N。那 N 的话就是不重置，不重置的话它就会自动检测，它会检测你的进程是否在运行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会提示进程正在运行中，然后直接显示当前的配置文件。第2台正在运行，第3台也是一样正在运行。然后软路由的 CRON 定时设置，你可以选择最简单的，比如说你软路由有一个计划任务啊，在计划任务里面添加啊，或者我每天几点运行一次啊，这个大家随便自定义啊，注意这个路径不要搞错就行了。OK 啊，那演示就到这里结束啊。那总结一下几个重要的地方啊，我演示了4套方案啊。第一套方案就是 Server00 本地 SSH， 它有个很大的缺陷，万一 Server00 清理进程或者清理 CRON， 那你就必须进脚本1次，你不进脚本 CRON 就无法恢复，这个大家要清楚。这是方案1啊。方案2、方案3、方案4分别对应了 GitHub 平台、VPS 平台、软路由平台。这3个平台操作逻辑脚本其实是一样的，它们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怕 Server00 清进程，也不怕它清 CRN， 更不怕它把你的服务器全部清零重置。这3个远程平台只要 Server00 允许他们登录，他们就会自动部署啊，强制保活、启动、安装。
这3个平台的脚本是非常暴力的啊，就是所谓的霸王硬上弓啊，只要你让它远程登录一下，它就直接插入秒射，让你怀上孩子。好，那今天的教程就简单的说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